大顺，少华，大顺，怎么了？爹，珍珠粉，怎么了？什么珍珠粉？来，你坐，快扶他坐着。哎呀，慢慢说，慢慢说。爹，咱可以把这珍珠磨成粉，然后再混合着当归、桃仁、川芎、白芷、白附子、白及的粉末，制成让皮肤变白的美容粉来卖。美容粉？对，这除非是生病啊，这一般人都不会进药铺，就算是去药铺也是就近，所以药铺的生意只能覆盖3里内的人家。但是咱要是卖这美容粉，那就能打破这2种限制，让咱陈记药铺提高2成的收入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药用珍珠和这种珍珠根本这就是2样东西呀。药用珍珠？那我们可以去采购药用珍珠呀。我们这是药铺，卖上这种东西，那岂不是不务正业了？爹，所谓药医者仁心，药到病除。对于女子来说，容颜不美，它也是心病，所以，咱药铺卖美容粉也算正业。爹，我觉得韶华说的对啊。而且，天下女子她无不爱美，这往往为了好看都不吝金钱。以现在珍珠的价格，要制成1盒美容粉，超不过100文。但咱的定价尽可以往1元2元去定，那利润不知要比其他成药高出多少呢？爹，我觉得韶华这个法子可行啊。你一家药铺要想发达，你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秘方秘药。我们陈记药铺一直这个生意上不去，就这方面吃亏啊。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容粉做成我们自己的秘药，那陈记药铺发达不就指日可待了吗？哎呀，大顺，你现在这也是一套一套的啊！爹，我都是跟韶华学的啊，我也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。没想到啊，你还在你爷爷那儿得到了真传了。算不上什么真传，只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爷爷讲故事，所以不知不觉的也学到了一些东西。好，挺好。爹，要不就让韶华正式到药铺来帮忙吧。你说以他的才干，你天天就在家里洗浴做饭，多可惜呀！娘，怎么了？你今天你要不给我做主，你要不收拾他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当不了。就是他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我今天我就说了他2句，他就要跟我动手啊！娘，韶华不是这种人。他可骑到你娘脖子上了，你还想着他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个窝囊废呀！没良心的东西！娘，您误会我了。我没有误会的，他真的是要动手，这可了得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把你娘扶到这儿来了？老爷，他满嘴的胡说八道，还不承认？娘。我刚才是为咱家药铺想到了一个秘方，然后这一时兴奋，就把这水盆给打翻了。哎呦，娘，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，是我不对，我动静太大了，让您吓着了。娘，你看，那都是误会了。受不起哟，老爷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啊！老爷，韶华，爹，我下。哎呀，你既然做了我们陈家的媳妇儿，那就得守我们陈家的规矩，啊，孝顺父母，谨言慎行。就算你娘，她的做法不能如你的意，那也要呢顺从包容，这才是正理吧。爹所言极是，韶华错了。你这个孩子啊，聪明有余，涵养不足。难当呢，料理家务的重担，也不配在这个家里呢
享受清闲，罚你到药铺来办公。真的？必须重重的罚。那老爷就这？家和万事兴，罚他了啊！这样，把你娘扶回去，好好休养，啊！想开点吧，去吧。顺边你们都让慢点啊！成了。成了，成了。大少奶奶，您怎么把他们也进来了？怎么，不让他们进来，还让他们在门口一直待着，影响咱们做生意啊？不是，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呢。放心吧，有人会负责送他们走的。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不见人影？你耍我们呢？别跟他废话，再不还钱，我们可真就砸了。哎，几位大哥，咱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，行不行？啊，大顺，你们要干嘛？啊？要干嘛？大顺，到底要干什么呀？爹，您别管了，这事儿我和大顺来处理。你就是陈二顺他爹，资债付还，赶紧还钱！什么钱？陈二顺欠我们的钱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哦，这位是双凤楼的黄先生，这位是德义楼的杜先生，这位是曲园楼的白先生。你们说二顺欠你们的钱，有凭据吗？哎，这个当然有了，你们看仔细了啊！这可是他亲手画押的借条，我这儿不光有账单，还有人证。哎，要不我把这金凤啊、凤仙啊、玉葵呀这些个姑娘们全都叫到这儿来，和他当面对质。你们看啊，都是陈二顺的亲笔签名。验证。哎，老爷子，你看这个怎么着啊？要欠你们多少钱？我们家一共是340块，我们家整500，我这275，一共1115，咱们账上有多少钱？1557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哟，还是老爷子爽快。老爷子，有时间上我德义楼里玩两手呗。陈老爷，回头我请您喝酒。我们双凤楼的姑娘们也欢迎您。行了，差不多得了。这怎么短了这么多呀？怎么了？大顺，我之前以为最多也就差个200-300块，没想到差多少？钱箱里现在只有870块。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啊，爹，没什么，我们少华啊，你现在想帮他瞒，不可能了。你实话跟爹说吧。说。我说吧。快说呀！爹，是这样的，这最近2个月，我不是生完轩轩坐月子吗？我就让二顺他自己进货，自己记账，然后。爹，你还敢回来啊？爹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，你跟孽障啊！你，老爷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再打我爹！小宝宝，睡觉觉。
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错了。长大了，进学堂，学知识，学文化。得让老二连夜滚。回老家。宋平留在这儿照顾娘和轩轩，但是爹还说，从明天开始，羽绒粉交给你打理。知道了。哎，二妞，二妞，麻将了！谢谢姐姐，没事，谢谢。走。我帮你吧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先付个定金，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。不行啊，兄弟，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，向来都是货前付全款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们可是关东帮啊，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。行吧，好，里边付款，请。这大哥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。这位姑娘，谢谢你啊。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，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，价格也公道。不是，没事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多什么嘴啊你！真晦气，什么玩意儿？骂谁？我骂你，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！你敢打扰我做生意？好了，你卖假黄芪，你还有理了？你放屁！你看，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，还有这虽然缎面是金盏银盘。但是中央无髓，还有这射线，你看，它也没有裂隙。你是齐州帮的吧？啊！大伙儿听着啊，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。对，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，那满嘴喷粪，血口喷人。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！别！哎，唐老板，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，他卖的就是木须根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让你看看，有人陷害我呀！这是栽赃陷害呀，兄弟！哎，大娘，我问您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，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？没看见。韶华，二妞，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你半天呢。我也到处找你呢。你这脸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事儿。啊，哎，给你，快吃，一会儿凉了，我特意给你留的。油饼儿啊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赶紧吃吧。
你是不是有事儿？没啊。你一定有事儿。我过2天再告诉你。那我也有事儿，也过2天告诉你。啊，你也有事儿。大哥，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？便宜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啊，卖家着急回家，全部贱卖给我了，正好做万灵丹。那钱你都付了？啊，人家货都送到了，我能不给钱吗？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你可别买到假货了。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，都是真的。不信，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没错吧？但你做万灵丹1担就够了，怎么买这么多呀？哦，卖家说，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，就给我50大洋1担。我想了想，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？400大洋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咱们账上的，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，正好。那，你找过安可堂的经纪了，对吧？你傻呀！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，我凭什么给安可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？再者说了，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，卖家也未必肯。跳过安可堂出岔子怎么办呀？黄芪都摆在这儿了，还能出什么岔子？你还不说实话？我不知道，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。如果我造假，我唐又基，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。三爷，老唐是被冤枉的。我们的黄芪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吉州的，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您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，显然是伪造的。它就是伪造的嘛！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芪调包了？吉州帮，齐州帮，唐耀吉，你就是只鸡！你们卖假货，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，不跟你们做生意，这碍我们什么事儿？放你的狗屁一大街！就你们干那点破事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来呀，毛儿，给我上！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？三爷，三爷，是夏老板呐。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，那我就陪着夏老板，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。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。哼，难道不是你啊？你调包了老唐的黄芪，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。这事儿，他还真不是我干的。被谁抓走了？好像是齐州帮的人。因为什么？说什么少忠哥用假黄芪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芪。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少忠被抓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关东帮卖假黄芪这事儿，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，所以呢，我就派人放出话去，说我要高价收黄芪。嘿嘿，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。今天交货的时候，人赃俱获。夏老板，那黄芪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。对呀，他死不承认。我觉得呢，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。今儿这货完璧归赵，人您随便处置。王小哥，你看见我哥了吗？你哥他被绑在药王庙太监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！
别扔了！少华，大哥，快救我！什么情况？现在？关东帮的杨森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，然后私刑处死。什么？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！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。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，打死我也不敢买啊！大哥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三爷不想见你，你请回吧。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哥炮制假药，伤天害理，就是死罪。不是，那黄旗家家都有，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？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了？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，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闪开！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？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，他住那个云来客栈。西北来的黄老板，早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好几天了。那8担黄旗谁运来的呢？他找车夫运来的呀。哪儿的车夫？长什么样？他嘴角有颗痣，胸口有个达字。池春堂。对，一共8担黄旗。哦，对，有这回事儿。哦，那是谁雇的你？是一个姓黄的老板。他人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那个黄旗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？那可远了，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，村东头有户人家，就那儿。哎呦，唐老板来了，三爷起了吗？早起了。好，到这。杨三爷，不能进。杨三爷，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。哪来的野丫头？敢在我面前放肆，轰出去！哎呀，走。都说杨三爷既能明察秋毫，又能明辨是非，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。等等，你是谁？我是楚朝忠的妹妹，楚朝华。哼，我认识你。三爷，就是这个臭女人，说我卖假黄旗，还打人。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。不客气。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，那我作为他的妹妹，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？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，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？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，要是一时多嘴，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？有道理，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，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，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，那有一个院子，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，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、染料，还有一些工具，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哥是造假之人，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？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，他说租他院子人就是个西北人，根本就不是楚朝忠。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？好，那请问，这个又怎么解释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，是装假黄旗的麻袋。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，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，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，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。三爷，你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，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哼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，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。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，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。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？那谁知道啊？
杨三爷，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，但他是无心之过。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，那您就是放过了真凶。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，让我再看见他，我饶不了他。哎，就是可惜了我那400大洋啊，就这么白白的没了。那就当买个教训了。这以后啊，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，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。还好有池春堂呢，咱一点一点的做。 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，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。少华，其实还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说。哎，哥，干什么？哥，哎，哥，干什么？少华，少华，别动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来，上去！放开我！少华，哥，去！ 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放人的吗？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。他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？大哥，买那些黄旗花了400大洋，其中的360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。账息半月，利息5厘，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3天了。 按照他们的规矩，超过3天就要砍掉1只手。但是你们先别急，我好说歹说的，他们说可以缓3天，不过超过3天以后，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期，一共390大洋，必须给他们送过去，不然还是会砍掉大哥的1只手和1只脚。那还活得了吗？390大洋。 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，还有这个院子了。我已经去找了牙行，另外4新8邻的我也都开了口了，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100多个大洋。我的少主要是活不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娘，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！我哪还有钱呢？不是，那你还有些首饰呢？ 这都不值钱，你看看。不是，你就别再逼娘了。她要真的有钱，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。那你呢？你就没有私房钱呢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。要卖就卖池春堂。 什么？之前我听你哥说了，有人愿意出200个大洋买咱们池春堂的招牌。池春堂不能卖，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。那是我们楚家祖传3代的招牌，我看你们谁敢卖！人都没了，留的招牌有什么用？卖！只要少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甭说池春堂，把我卖了都行，卖，都拿走，明儿我就去卖。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，万灵丹的方子。我想学。不过爷爷啊，要嘱咐你一句话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 爷爷，我是女子，不是君子。为国事谋，与人为善，此心光明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！爷爷，我也想当君子，要做大事。池春堂，池春堂。王叔。 谢谢您，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。哎，你别客气，只是我能力有限，只能帮着一点点，实在抱歉啊。您快别这么说，您能帮我们，
已经是干净不净了。楚家大娘，楚家大娘在家吗？哟，三大娘啊，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。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？你猜怎么着？遇着陈家老爷了。他让我孙子给你们捎句话。他说呀，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。陈家，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？哎呀，不是他还是谁呢？你们呀，赶紧准备，别等人明天上门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回家做饭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走好啊，三大娘。他说，明天陈家老爷要来。娘，韶中有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啊，陈家来提亲吧，啊，他总得下聘礼吧？韶中是不是有救了？如果真能这样，那可太好了。是啊。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。在这之前，我听韶华说，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。那不行。明天不管怎么着，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。你看合适啊？多好看呀！来，听话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来，这是那年定亲的时候，人家陈家老爷给的镯子，戴上。听话，多好啊！戴上啊！哎呀，娘，你去门口迎陈老爷去。哦，对。哎呀。来，我们的口红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要干嘛？你别给我杠着啊！听话。来。哎呀，你别动。哎呦，楚嫂子，咱们这是10几年没见了吧？可不是说晌午才到吗？这么早？哎呀，今天这个日子，这得赶早啊！啊，好。哎，大顺，这是楚婶。楚婶。哎，好。快请，请，走吧。来，进。韶华。哎呦天哪，怎么就来了呢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人家都来了，你让他看你的黄皮脸吗你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楚韶华，你今天必须把陈大顺给我拿下，不然你哥的手脚可就保不住了，听见没？周燕儿，快！走。哎，来了。走，你给我快点！哎呀，这是陈叔吧？这位儿媳妇。这位大哥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再多看看几家，再付款。赵夫人呢？你好。周燕儿。哎呀，这是姑爷吧？哎，妈呀，姑爷，这是一表人才啊！哦，妹，姑爷，陈叔啊。陈叔，陈大哥，是韶华，楚小姐，对，韶华。哎呦，这一晃长这么大了。哎，我来，给我，屋里坐吧，陈叔。姑爷，好，请，陈叔，请。好。娘，哦。妹，快点！坐，陈叔，坐啊，姑爷。来坐。哎呀，嫂子，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见您的，这几年生意太忙了，我和大顺呐，一直这也脱不开身，这一年一年的，就耽误到今天。没事儿，陈叔，好事不在忙上。嫂子，今天来呀，就是为了大顺。还有楚小姐的事儿。是啊，陈叔，你看咱们姑爷跟韶华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是该把事儿办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说起来，这最初还是我和你们家楚老爷子这一句戏言，这你看。是啊，陈叔。不过啊，陈叔，你看，您呢是这个方圆百里地儿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那我们家爷爷，虽然我没见过哈，那但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啊。那你说你们这2位大人物在一起说过的话，那即便是一句戏言，那也是一言九鼎。现在这都是民国了，
这是年轻人嘛，也都实行着自由恋爱。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啊，这不一定都能接受的。哎呀，陈叔，我跟你说，大顺对韶华肯定是满意的，是不是？姑爷满意不？娘，你看，什么叫天赐良缘？这就是天赐良缘呀！姑爷对咱们家韶华满意。对。哎，叔，来，喝茶。叔，不瞒您说啊，陈叔，前些年呀，有不少的人跑到我们这儿来嚼舌根子，说什么当年呀，陈家来主动结亲，图的呢就是我们楚家当年的盛景。现在呢，我们楚家呢大不如从前了。可是人家陈家呢是一天比一天发达，说陈家肯定是要来反悔的。我当场就跟他们急了，我说你们不许胡说，人陈叔不是那样的人，是吧？陈叔啊，喝茶啊，姑爷喝茶。陈叔啊，咱们要不今儿就把事儿给定了吧？娘，我查过黄历了，5月18和6月20都是好日子。娘，哎呀，这可是大事啊，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啊，嫂子。叔啊，我们家韶华人你都见了，姑爷都千恳万恳了，还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呢？真是的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啊，我和大顺这还得回去忙生意上的事儿。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，别，叔，那正事还没定呢。哎呀，改日再定呗。啊，嫂子，那我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大顺，爹，哎，咱们走吧。啊，不是，哎，陈叔啊，陈叔，出婶，先走了。他这不是，陈叔，哎，娘，哎，陈叔，哎呀，少夫人，你身子重，就别送了。不是，陈叔，你听我说，留步了。陈叔啊，哎呀，您听我说，哎呀，不用说了，我的意思你明白，你的意思我也明白，咱们两家的事呢，咱们回头再合计合计，好吗？哎呀，没时间合计了。啊，不是叔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姑爷今儿都来了，咱们就把这好事给定了。哎呀，少夫人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好事不在忙上。如果定了，也不急着这1、2天呢。要是定不了，这不就更不忙了吗？啊，告辞了。别，哎，陈叔，姑爷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陈叔，哎，韶华，你快出来送送啊！姑爷跟陈叔走了。韶华，不是陈叔，韶华。楚韶华，你给我出来！楚韶华，呀，到底怎么说呀？哎呀，陈家不结亲了，不要你闺女了，少主也没救了。楚韶华，我的少主该咋办呀？你给我出来！楚韶华，人家都上门了，你把自己关起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也不出来招呼招呼，你是存心想把这门亲事给弄黄是吗？啊！我不想嫁给他陈大顺。你不嫁，你哥就得死。人家也没想娶我。不是，哎呦，哎，行，你就算是不为你哥，你为你自己着想行不行？楚韶华，我告诉你，就凭你的长相，你能攀上人家陈家，你已经烧高香了。你摆什么谱啊你？你不会是想一辈子都不嫁吧？你窝在这家里，你吃糠咽菜呀你！是的，白瞎了你哥那么疼你，你个白眼了啊！你哥总是什么都想着我妹，现在你哥碰到这么大的难事儿，你居然是见死不救啊！拿着，想吃什么想穿什么自己买。不用哥，拿着，别跟你嫂说就行啊。你是活生生的要把你哥逼死是吗？要是少主有个3长2短，我跟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？娘，还回你闺女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太自私了吧！韶华，
娘求你了，你可得帮帮你哥呀！他从小是最疼你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，你得帮帮他呀！求你了。爹，在药市上认出假黄旗，为我们避免了一大笔损失的陌生女子，就是韶华。你确定吗？她的样子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，回头再送一些谢礼去吧。爹，那我和韶华的婚事呢？继续拖呗，能拖个1年半载的，他们一定会追我们来退婚的。我觉得韶华挺好，我没说韶华不好，就算韶华有几分可取之处，但是她娘家什么样，你不都亲眼看到了吗？你要是跟她成婚，将来必定麻烦不断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免得将来被拖累。你怎么跑到我们前面来了啊？我从村里抄近路跑。楚小姐，哎，还有事吗？陈叔，我是来把这个还给您的。咱俩家的亲事，从此作罢呗。不是，这都定好的亲事，怎么就说作罢就作罢呢？嗨，楚小姐，你可想好了？四五结亲都讲究个门当户对。这眼下，陈家什么样，我们家什么样，都摆在眼前呢。这也不是什么势力，我知道，这就是人之常情。再说，我要真勉强的嫁到陈家做媳妇儿，你们心里肯定也会有芥蒂的，所以我情愿就此作罢了。那你娘跟你嫂子呢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就算我那荒唐爹在世，我想这么处置就这么处置。爹，我就说吧，韶华比他们娘家人义气多了。行啊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啊？爹，从今往后啊，你和大顺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了啊。爹，如此甚好。那陈叔、陈大哥，我就不送了。你们慢慢回去吧，我走了。韶华，韶华，爹，你干嘛？爹。哦，对了，陈叔，这婚啊，今日虽然退了，但是我那大哥还有嫂子，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提一些非分的要求。到时候你们不用理会啊，就说这亲事是我主动退的。那个你们没要赔偿已经是宽宏大量了，如若他们还是纠缠不休的话，就麻烦您找个人给我带句话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让他们打消这念头的。孩子，我可以有些银钱资助些许的。啊，千万别！我爹败家，就是因为银钱来的太过容易。我哥出事儿也是因为总觉得天上能掉馅儿饼，所以我就更不能无功受禄，不劳而获了。爹，你看看，你还真是有些硬气呀。不过什么？陈叔，你要是真能念在和我爷爷当年这份情上，愿意帮我的话，能给我找份事儿做吗？你一个小女子能做什么呢？我会打算盘，我会算数，我还会写字，于医药一行我也略懂皮毛的。
楚小姐，你们楚家这门亲呢，我们陈家这就结定了。回去转告你娘，就5月18吧，这个日子是甚好的。陈叔，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呢？不考虑了，快回去吧，别让你娘着急。大顺，我们走，快回去吧。回来就好。是啊，娘，少忠好不容易平安回来了，咱们得庆祝一下吧。明儿到市场上切块肉去。那得多少钱呀？哎呀，娘，你看少忠这吃的。娘，我是得吃点肉补补了，流了很多血。好，好。少华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走。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北京。北京？你不是老跟我说，北京这儿好，北京那儿好吗？我终于可以去看看了。北京可大了，你一个人去？还有谁啊？小武。小武是谁？他家是大辛庄的，他之前在守元药庄做事。所以那天在药室，突然就不见了，其实是去找他去了。你们俩好多久了？1个月了。啊？才1个月？1个月你就敢跟他走啊？他对我好。不行，二妞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如果他辜负你呢？少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。再就是小武，他不会负我的。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。就算冒险，我也要走。少华，你跟我说过，你害怕一辈子被困在这儿。其实我也害怕。我要再在这儿待下去，我肯定就被我爹打死了。我要不然就得被卖去给老头做田房。跟小武走，是我这辈子唯一走出去的机会。我走了。二妞。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帮我找的前途啊！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3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，向陆军总部举荐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了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徐少帅，我是怕呀。你说我要是凭借1亿孤勇占领了这上海，那这在同意了约法3章之后，这兵权和财权全部交上去，那我这督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，我才能做几天？
你信不过副帅。徐少帅，这话不对啊！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，不也是信不过我吗？你这样以下犯上，我副帅肯承认，还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已经是宽宏大量。你想坐稳这个位子，交权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这么说，我没得选了。你只是过来通知我的，并不是跟我商量的，对吗？这事没得商。你若交权，我们让你当这个司令；你若不交，这个司令能当几天，就全看你个人造化。等革命军退了，我督军府大军回师，到时候要你交的，就不是权，而是命。看来我真没得选了。谭少帅，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？你我各退一步，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体面的方法。你也不想，上海这十里洋场变战场吧？徐少帅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不弄权，这兵权、财权全部都交上去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10年了，不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。这个简单。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脱军装、缴枪、卸甲归田，我保证，督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。好，我同意了约法3章之后，那你又怎么保证你的父亲不会出尔反尔对我下手呢？那我要怎么，你才能信呢？这样，你的父亲在举荐我的同时，也举荐你，出任上海防守司令部的督办，常驻上海，配合我处理上海的防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谭少帅，你是要我当你的人质吗？哎呀，许少帅，我拿你当兄弟。再说了，这上海鱼龙混杂，门道这么多。在咱们司令部，我不得找一个体面的人充门面，不是吗？我若答应，你便与我约法3章，自然一一照办。好，这个督办我当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，他又加了个条件，让光耀留在上海做他的督办。哦，并且要求我和裴督军联合通电。裴督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那就得看穆公的诚意了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都谈了什么？这个你不必管。总之，事情解决了。谢谢你啊，为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，还冒险去谈判。谁说你是小人物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，不然的话，姓谭的又不是傻子，他怎么能同意你代替我来做人质呢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本来和你跳开场舞的应该是婉婷。
我坦白和你说吧，我本无意与婉婷联姻，但时局动荡，长辈们有意，我也不好违背意思。本以为已经板上钉钉的事，却不想你的出现打破了局面。也许这就是天意。我和副帅打过电话了，等通电出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约法三章就像3道紧箍咒，财权兵权上交，你谭家军解散，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这徐伯钧要是秋后算账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呀。哎，老吴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先哄着徐光耀，让他老爹发了通电，先让我坐上这上海的司令位置再说。咱们现在没权没钱，这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不成？哎，这通电怎么还不来呀？哪有那么着急呀？现在来不来通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，关键要看穆老板肯为他这个女儿出多大价钱了。穆公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好歹也退让一步吧。毕竟你的姑娘现在还在虎穴狼窝之中，你就不心疼吗？督军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啊？不会，我和副帅说得很清楚，现在也许正在拟电文呢。你不要怕，他不放你走，我也绝不离开。只是没有想到10年没有回来，上海竟然乱成这个样子。都是我们军人的错。你可千万别自责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都是穿军装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过，军人的枪不是用来杀人的，而是用来救人的。战场上的流血牺牲，正是为了以战止战，打出一个和平来，给百姓好日子过。没想到这些话你都还记得。小时候不明白，没想到长大以后已经在日本了。怎么小时候我明白，长大却不懂了？不说这个了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这些年我想给你写信，但却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寄。你不会是还惦记着我摔烂你的飞机模型吧？我现在可没有钱赔你。那才不是你摔烂的，是你哥，他当时不想。对不起，文清，不该提这个。没事啊，我哥那么爱热闹，多一个人记得他，他会很开心的。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在门口守着，有事你随时叫我。我哥要是还活着，也和你一样年纪了。少帅，少帅，是不是通电来了？哦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各省督军啊接到了徐伯钧和裴勋的联合通电，任命你为上海城防司令。这些贺电啊都是早上收到的。哦，对了，陆军总部的委任状。看来穆老板是下了血本了。
这门生二字有点碍眼。 没事，睡迷糊了。还好吗？二位睡得如何呀？看谭少帅精神焕发的样子，想必是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吧？当然满意。我一个山沟子里出来的马匪，莫名其妙的成了世家门生，我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呀？谭少帅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谭司令了。到底有些意难平。要说不满意的吧，还是有的。这令尊啊，实在太磨叽了。今天早上才发通牒，我这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好啊，哪儿比得上少帅您呢？这温香软玉，一夜春宵啊！你胡说什么？ 谭司令，你我以后还要在司令部共事，彼此还是放尊重一点吧。尊重，当然尊重。但是，这好吃好喝，还有美人入怀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我昨日在门口休息，并未和婉清共处一室，不信，也可以向你的士兵求证。哦，徐少帅。 人在门口，心里痒痒吧？谭玄龄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徐少帅啊，开不起玩笑。那咱们走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，给足你们面子。笑话，要你给我们什么面子？哎，面子嘛，谁会嫌多呀？ 徐督军，感谢徐督军对我的信任与支持。我一定恪守军人天职，履行保境安民的职责，守护上海一方平安。穆公，让您破费了，谭某感激不尽。只要我在上海一天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。谢谢。记住啊，我们的约法3章，我等着看你的行动。好。吴香英，路是你自己选的。 希望你不要后悔，督军，我是您的门生，吴副司令自当忠心追随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今天要跟穆公道个歉。我实在不知道婉清小姐是您的爱女，所以多有得罪。等婉清小姐和徐少帅大婚之时，谭某必定大礼奉上。好了，你们两家儿女亲家团圆难得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不过徐少帅，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让你捷足先登了，好福气。哎，什么叫捷足先登？司令，你的箱子。婉清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婉婷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是谁太过分了？ 明明和你定亲的人应该是我，婉清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和我抢光耀哥哥？副帅，我们就先进去了。走，停。
看看你像什么样子。哎，老吴，你刚才看见没有？我说穆婉清和徐光耀婚事的时候，穆家那位小姐脸都气绿了。这穆婉婷啊，和徐光耀青梅竹马，之前传闻他们已经定了亲，现在半路杀出个穆婉清来，他脸色能好看得了？对呀，你不觉得这是一出好戏吗？二女争夫，哼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明白就对了。哎，司令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箱子拿回来？老吴，现在我要是把箱子拿回来，那到时候怎么让婉清小姐再登门造访？谭四，先送老吴回司令部，咱们两个出城去看看兄弟们。先让穆婉清那丫头好好享受享受团圆之喜。号外！徐国军通电全国，今天门生谭玄林担任上海防守司令长官，25岁谭玄林成最年轻上海王。婉清哥，我要谢谢你啊！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谢谢伯父，昨晚的事情啊，您不必挂怀。我站出来也不光是为了光耀哥，更多的是为了拿回母亲的骨灰。而且我要是知道昨天那么危险，我就不敢站出来了。哈哈，婉清真是个诚实的孩子呀。恭喜少帅出任上海司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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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少帅出任上海司令2个时辰，拿下了上海，这才是我们战无不胜的谭家军。谭家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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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家军。徐伯钧的兵在上海养尊处优惯了，根本就不禁打。这上海滩啊，迟早是我们谭家军的，到时候也轮到你们养尊处优了，可绝对不能变成那个样子。放心吧，司令，我们都是过苦日子的人。再说了，流浪过10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安定的住所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跟着我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那是，您15岁就带着我们南征北战讨生活，跟着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们绝对不会丢脸。怎么样，兄弟们都安置妥当了吗？报告司令，所有的将士训练生活都安排得非常好，放心吧。就是老傅，有什么话直说。你看，这难民们缺衣少穿的，我看着怪可怜的，就让伙房的兄弟们给他们搭了个粥棚，每天给他们喝粥。我知道了，做得很好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贱人，你真把自己当姓穆的是吧？在舞会上你抢尽我风头，还说自己是光耀哥哥的未婚妻，你真不要脸啊你！我视光耀哥为长兄，因为事情突然，我才说我是他的未婚妻。这次算我唐突，我不和你计较。但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必双倍奉还。我现在要祭拜我的母亲，请你出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你让我出去？我妈是看你可怜，才给你一个房间住。你真把自己当穆家大小姐啊？我要是当不了穆家的大小姐，你一个丫鬟的私生女就可以吗？你，姐妹2个这是做什么呀？
拉拉扯扯的。婉婷妹妹说想要祭拜一下母亲，我说不必多礼，就拉扯了一下。婉婷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。作为后辈，祭拜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是呀，父亲说的是，婉婷妹妹，那就请吧。婉婷，是啊，老爷，婉婷是应该拜，不光婉婷要拜，于情于理，我也要拜一下萧夫人的。对吗？一家人在一起就应该和和气气的。是啊，老爷，从今以后，我对婉清要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婉婷啊，以后要跟姐姐好好相处，好好疼姐姐。婉清啊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听到了吧？我和妈妈以后会好好疼你的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我今晚就去找爸爸，让他把你的陪嫁都给我。我一定听您的话，不和小人争斗，好生过日子。只是办丧礼、选墓地都还要一点时间，您就委屈在这儿再多待几天。我一定会找到哥哥的平安口，让他陪您下葬，让您早点和哥哥在那边团聚。司令，有屁快放！现在财权上交了，花钱又有督军府管着，那弟兄们的军饷怎么办呀？谭四啊，谭四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我什么时候拖欠过大家的军饷啊？现在不只是弟兄们的军饷，咱们租的这个小院只付了定金，月底就要结清的。这月底有钱结吗？哪儿有钱呀？不过，你现在已经贵为上海的司令了，人家巴结你都来不及呢。要不这样，你就说你征用了这个地方，他们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小兔崽！我说了，我当上海司令是让你作威作福的吗？那不是，穷嘛。说多少钱，直接说。那加在一起，怎么着也得4、5万大洋。
婉清，哎呀，婉清，10年没见，长成大闺女了。是女儿不孝，没有陪在爸爸身边，让您担心了。婉清，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它了。你这次回来，连峰一直担心对你照顾不周。婉婷呢，从小性格骄横，却有口无心。一家人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，别往心里去。是，我会和他们好好相处的。这就对了。我们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，家和万事兴嘛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有什么事情就和连峰说。团圆？难道你真的把母亲和哥哥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我这次回邺城会把跟吴相应关系密切的10级以上的军官全部备案，我要摸清楚吴相应这次反水，他们是否牵扯其中。父亲，我以为不可。不光不能对他们备案，您最好还应该给吴相应发一份官函，日期改写成提前几天，内容是命令吴相应协助谭玄龄办理上海防务。只有将谭玄龄出任上海司令，弄成您的意思，才能勉强维护咱们督军府的颜面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革命军势如破竹，此时调查吴相应反水之事，难免会让军中人心惶惶。若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，难保不会出现第2个吴相应。你小子啊，考虑问题越发周全了。不过，接下来你想怎么办？既然谭玄龄答应了咱们的约法3章，那我自然是盯着他执行下去。约法3章当然要盯着他执行，除此之外啊，还要盯他的错处，要抓住他一些把柄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这么把上海给了那个马匪崽子，我这心里始终是窝着火的。且看他们能蹦跶几天吧。是。虽说这次和穆家的联姻暂时搁置，但是呢，婉清回来了，你们俩也是从小长大的情分。现在南北2家都在拉拢穆家，你留在上海，多与穆家走动走动，帮我探探底，尤其是穆家的经营情况，现在暂时吃紧，仰仗穆家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是，儿子明白。我知道你向来办事稳妥，但是上海不比邺城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。儿子，切记，万事小心。是，父亲。喂，谭司令，我的日记本你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？这么巧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还给你啊？你故意不拿走你的箱子，不就是等着我来找你吗？很好，我很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那你现在送过来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如果你现在不送过来的话，没准你的日记本就会出现在某个小报记者手上。沪上第一大亨的隐秘家事，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兴趣吧。你还真是无赖。你最好现在送过来，过期不好。行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哎，婉清啊，崔姨，我想用一下车，去一下上海防守司令部。婉清，
你别太过分了。谭司令找我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就只能来家里。那我就顺便澄清一下，谁才是光耀哥的未婚妻。哎呀，你们这两姊妹呀，一见面就吵啊！去吧，跟孟芳说，就说我同意了，让他给你派车。谢谢崔姨。侬不要客气啊。那我走了。妈，侬的话头永远比脑子快。你，切，哎。光耀，我俩都留下来陪你，够意思吧？少君是真心想留下来陪我，至于你嘛，肯定又是看上哪家姑娘了。主要是为了陪你，然后顺便看看姑娘。他看上那个女明星顾月霜了。你怎么光说我呀？那女学生都追上门来了。我还怀疑你老裴留在上海另有目的呢。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光耀又不用我天天陪，我出去和姑娘们耍耍，也无伤大雅嘛。净干些无聊的事。那你说什么不无聊？和你这闷葫芦，大眼瞪小眼吗？哎，你一天不数落我，是不是会死啊？会不会死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啊，从读书的时候就天天吵，吵来吵去还不是腻在一起？要我说，你还是少费点力气吧。哎，对了，光耀，刚才徐伯父叫你过去半天，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正事你不懂。又小瞧人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懒得费尽心思跟你们动脑子。要是我的脑子动起来，你俩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那，你说说看。徐伯父是想让你抓杏坛那小子的把柄吧？我说啊，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女生身上吧，这种事你就少掺和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呀，就是被杏坛那小子给扣下了。为了顾全大局，是身不由己。要是谁问我，我都这么说。哎，等等我！报告，司令，穆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。你的箱子。检查一下。不着急，我慢慢来。坐。我觉得还是当面点清比较好。好。真是可惜啊，一个东西都没少。那我以后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。没有必要再见面了，我们今天两清。穆小姐，话别说的那么满，我想你一定会想再遇见我的。我不是来和你聊天的，我的东西呢？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哎，我记得里面有一段写的特别好，情真意切。哎，好，我不说。但是我觉得，你爸爸可真不是个东西。这儿子刚死，就带着老婆的丫鬟，还有他的私生女登堂入室，真的不像个父亲。我家的事用着你管。哎，我把赌注下在你身上。
你是想和我做交易？聪明，没错，我就是想与你做个交易，只要你从穆家帮我弄出军饷来，日记本我就还给你。你未免太高看我了，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可怜虫，帮不了你。好，那你最好尽快做决定，不然那些个小报的记者已经要花大价钱买你的日记本了，我怕我忍不住金钱的诱惑。你还给我！不给。怎么了？怕了？你别过来！看到这些伤疤，给我留下这些伤疤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死了。你要不要试试？脸红了，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无赖！我一向认为啊，这是我的众多优点之一。说吧，你要多少军饷？5万大洋。不过才5万大洋啊！我还以为多少钱呢？是不是我给了你钱，你就可以把日记本还给我？听穆小姐的意思，财大气粗啊，厉害！不愧是上海第一大亨的女儿。区区5万大洋都用不着穆家出钱，我妈妈的陪嫁就付得起。等我筹到了钱，我再联系你，到时候我们钱货两清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原来我老婆这么有钱啊！我现在都有点舍不得让你走。少油嘴滑舌，你最好信守承诺。我对女人只耍流氓，从不赖账。等我电话。